大年初一，楼上邻居在业主群里发信息，发个通知啊，今天我儿子要给大家上门拜年，大家都准备好压岁钱。我儿子能给你们拜年，是看得起你们，别不识抬举。不是我要钱，给孩子压岁钱本来就是传统习俗，钱数也得注意，现在100、200都不叫钱了，太少了也拿不出手。我家一共2个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每家准备1式2份红包。看到的都在群里吭一声，别装糊涂。现在我就带孩子下楼了。我看着群里信息气笑了，怎么现在上门敲诈都打拜年的幌子了？我掏1分钱我是你孙子。发信息的是楼上502邻居，属于那种全楼都嫌弃的滚刀肉。家里的垃圾从来不提下楼，全都堆在门口，天一热熏的整个楼栋像个泔水池，哪次都是保洁阿姨帮忙清理，一家人住的也不安生。2个孩子像2头发疯的野驴，一天到晚在家里又吵又闹。我家住402，就在他家楼下，深受其害。我上门提过几次意见，可502的邻居却说晚上10点之后才算扰民，10点之前法律允许他家自由发挥，整个一知法犯法的鸡贼。全楼一提起这家人都皱眉头，群里静悄悄的，没人搭理这家齐行种。我本以为502讨了个无趣也就算了，可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502的脸皮厚度。不大一会儿就听见楼上开门的声音，502的滚刀肉领着2个孩子下到了我们楼层。我家门上装了监控，我躲在门后看着。滚刀肉先敲了401的门，门敲了几遍没开。401是一对老夫妻，昨天扔垃圾的时候还碰过面。我知道老2口都在家，这明显是不想被讹诈。滚刀肉明显不想放弃，趴下身子往地上的门缝瞅了瞅，又站起来哐哐砸门喊：大爷大妈，我是楼上的小刘啊，我带着孩子给你们拜年了，你们别躲了，我都看见你俩脚丫子了，就在门后藏着呢。大宝、二宝，快点给2个老东西拜年啊！2个孩子收到滚刀肉指令，立马扯着嗓子开始喊：爷爷奶奶过年好，我们给您拜年了，祝你们早生贵子，儿孙满堂，天丁进口，多子多福。这词儿一冒出来，我瞬间听得火冒3丈。401是一对失独老夫妻，儿子前年的时候因为一起车祸意外去世，儿媳妇离了婚，如今家里只剩下老2口。给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妻说什么早生贵子，这明摆着就是往人伤口上撒盐。滚刀肉的2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9岁，正常说不出这么绕口的词儿，这明显都是滚刀肉教给的。我算看明白了，这哪里是拜年，分明是来恶心人来了。2个孩子跟复读机似的继续喊着。401的老夫妻彻底破防，门哗啦一声打开了，老头一张脸气成了猪肝色，指着滚刀肉直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滚刀肉一脸皮笑肉不笑：大爷怎么还哆嗦上了？孩子拜个年也不至于激动成这样。知道您老实觉悟，打心里喜欢孩子，这孩子都站到家门口了，压岁钱您可得给点啊！老头想揍滚刀肉，老太太死死拽住老头。大过年的，家家都图个喜庆，谁都不想跟501这种滚刀肉纠缠。老太太哆哆嗦嗦拿出200块钱塞给滚刀肉，滚刀肉冷哼一声，把头扭到了一边。老太太没办法，又掏出400，滚刀肉这才伸出手来。眼看这是对门要认栽了，我从猫眼里看着，火气直冲天灵盖。我知道老头老太太以前都在工厂打工，退休金本就不多，这600块钱多半就是老2口1个月的菜金。你在自己家里管谁要压岁钱，我都管不着。你们家平时在我头顶上吵吵闹闹，我脾气好微忍了，可你大过年第一天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明火执仗勒索这么一户孤寡老人，对不起，那不行！我哐当一声打开门，一个迟钝冲锋冲到几人跟前，薅过老太太手里的钱，又一阵风似的跑回了家。哐当一声狠狠锁上了门，老2口懵了，滚刀肉一家也懵逼了。屋外寂静了3秒钟，回过神儿的502彻底炸了。滚刀肉直接发了疯，开始哐哐砸我家门。402，你他妈给我滚出来！你抢我家孩子压岁钱是什么意思？你快把钱还回来！我隔着门一声冷笑，什么压岁钱？人家401和你熟吗？你一年到头和人家说不上一句话，过年要钱想起人家来了。我看你这就是敲诈勒索，不给就不给，你能怎么样？502继续发疯，我告诉你，402，你这属于抢劫，惹急了我立马报警。我气乐了，你报警，你快点报！刚才你要压岁钱的事儿我都录下来了，警察来了，你看是判我抢劫，还是判你敲诈勒索？我门上的监控配着录音，刚才的事儿拍了个清清楚楚。502抬头看了看我门上的监控，一愣，明显有点心虚。我继续发飙，告诉你502，你今天但凡敢从这楼洞里收1份钱，我立马拿着视频去派出所。过年大家图清静，不想惹你这一坨狗屎，我不怕，我有的是功夫陪你玩。我这话说的比滚刀肉还滚刀肉。502明显没想到碰上了硬茬子，心里发虚，可气势不能输。502堵在我家门口直接开骂，
两个小崽子也跟着滚刀肉花式开喷，明明5、6岁的年纪，骂起人来不输大人。眼瞅着以后也是两个危害社会的畜生苗子，我只当是3只狗叫，躲在门后一点也不生气。3只狗在我家门口叫了小半小时，还是看我没反应，彻底没了脾气，悻悻的上楼回了家。502家的关门声一传下来，楼栋群里炸了锅。我打开信息一看，全是夸我的。101点赞点赞点赞202，鲜花鲜花鲜花302，新年新气象，年轻人是未来。601出了一口恶气，502在群里一声不吭。公道自在人心。我看着信息美滋滋的，中午多吃了一盘饺子。午饭之后，我敲开了401的门，把600块钱完完整整还给了老两口。老太太握着我手一个劲儿的直说谢谢，反倒老头还是一脸愁容，悄悄给我说：“小陈啊，你摊上事儿了。你去年刚搬过来住的时间短，不知道这家人的厉害。这滚刀肉的大舅哥就是咱们小区的物业经理，去年刚把滚刀肉安排进了业主委员会。这人又横又有关系，你今天惹了他，他肯定要报复。你可一定要当心啊！我知道老头是好心，才给我透了这么多底，心里一暖。我安慰老头说：大爷您甭担心，身正不怕影子歪，我还怕一个无赖不成？我嘴上说着不在意，心里留了神，回家又给门上多锁了2道。可我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这滚刀肉的无耻。当天晚上11点，我突然闻到一股浓浓的焦糊味儿，紧跟着滚滚浓烟从我家门缝里钻了进来，楼道里的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我打开门一看，冲天火光在楼道里烧了起来。紧跟着一声大喊从楼道里响起：着火啦！着火啦！402这小子从楼道里烧东西着火啦！我抬头往楼上一看，赫然是502的滚刀肉正猫在楼道里大叫着。我知道8成又是这祸害闹的幺蛾子。火情当前，我没工夫搭理他，转身冲到消防柜跟前，拎着灭火器跑了过来。这火看着大，其实刚着起来没多久，我对着火头一阵狂喷，眼看火势就压了下去。对门401的老夫妻也听到了动静，俩人提着2桶水跑了出来，哐当一下浇在了火头上，算是彻底灭了火。楼道里还有余烟，我又赶紧开了楼道里的窗户散烟味儿。报警器还嗡嗡响着，这动静一闹，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冒了头，乌压压挤在楼道里看。这滚刀肉刚才救火的时候站在楼道里看戏，现在人一多，立马打了鸡血来了劲。滚刀肉嗖嗖2下从楼上蹦了下来，一把薅住我衣服领子说：大家都看看啊，这小子在楼道里放烟花，让我逮住了。你们说这多危险啊，楼里头着火，这是小事儿吗？幸亏我发现的早，要不今天后果多严重呢。我给你说小子，这事儿完不了，今天你敢点火，明天你就敢炸楼，咱们必须这事儿说清楚。邻居们都看着不吭声，大家都不是傻子，知道这是滚刀肉在报复我。当时我心思就活络起来，今年是大年初一，这家伙不在家里过年，跑楼道里猫着，铁定是在玩贼喊捉贼。我又往这火堆里看了看，黑乎乎的火堆里是一个烧了半拉的大纸箱子，里头塞了几张破报纸。我这人平时爱干净，从来不会在楼道里乱丢垃圾，都是随手带下楼。这垃圾不是我的。我又往纸箱子里看了看，报纸灰烬里还有几根仙女棒的碎屑。我看着滚刀肉问：你想让我怎么说明白？滚刀肉看我话里带着软劲儿，以为我怕了，更得意了，嗷嗷叫着说：告诉你小子，这次火灾我家是直接受害者，我全家吓坏了不说，这烟也直往我家灌，我老婆孩子全在家里咳嗽呢，一会儿就得去医院检查。现在我既要你的态度补偿，也要你的物质补偿。第一，在群里给大家公开道歉，承认自己是纵火犯。第二，赔偿我家里精神损失费和医疗费2万块钱。你要是有意见，咱就直接报警，这纵火罪可不是小罪。滚刀肉给我1、2、3的掰扯着，我彻底气乐了，还他妈既要也要，关联词学的不错呀。我既不也不，扣我屎盆子也就算了，上午没讹到钱，现在把账算到我头上来了是吧？我摸了摸自己脸，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个地方长得像老实人，让滚刀肉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觉。行，给我玩不要脸是吧？那我也不给你装斯文了，开撕！滚刀肉还揪着我衣服领子逼逼着，我伸手猛地一挣，滚刀肉没防备，身子一弯，我抬膝就顶在了他肚子上。滚刀肉被我一下顶了个结实，哎呦一声叫了起来，说：你怎么打人？我说：不，我是打狗。滚刀肉急了眼，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这就报警。我一声冷笑，这报警你都吵一晚上了，你倒是报啊，我看你是心里有鬼，不敢报吧？滚刀肉心虚的打了个哆嗦，我彻底开火。我伸脚踢了踢烧了半截的箱子，说：大家都看看，这全楼上下一箱一箱买辣条的，除了你家还有谁？箱子虽然被烧了半拉，可依稀还能看见辣条2个字。这滚刀肉家的2只小崽子天天零食不离口，尤其最爱吃辣条。滚刀肉在外头横得要命，可对2个小崽子那是百依百顺。平时我没少撞见滚刀肉往家里整箱整箱搬辣条。
滚刀肉还嘴硬，吃辣条的人多了，凭啥说这箱子是我家的？我嫌弃的从箱子里挑出几件没烧完的纸屑，是几张旧报纸，纸面上沾着屎渍。我一声冷笑，继续往下说：你再看看这箱子里的纸屑，是擦屁股用完了的旧报纸吧？这全楼上下用报纸擦屁股的就你一家。滚刀肉家明明开的是宝马，可是出了名的抠，全家都用报纸擦屁股。关键这擦了屁股的报纸还都打包扔到楼道里，一到夏天屎臭味就飘满楼。滚刀肉还嘴硬，咋的？用报纸擦屁股犯法了？凭啥看见擦屁股的报纸就说是我家的呀？我不紧不慢往下说，而且这次的火源是仙女棒，仙女棒喷射口处的温度高达700至800，完全可以引燃物品。这明显是小孩玩的东西，拜托你想栽赃也想想清楚。我一个成年人大半夜在楼道里玩仙女棒，你觉得可能吗？滚刀肉继续强词夺理，我觉得可能，我看你就像个变态。我懒得纠缠，直接亮出了大招。仙女棒燃烧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现在事发不到10分钟，我估计以你的智商肯定不会让你孩子回家洗手。你把孩子叫下来，闻闻孩子手上有没有火药味就清楚了。打蛇打在7寸上，滚刀肉彻底怂了，嘴里开始骂骂咧咧，就是不提让孩子下楼的事儿。人民群众苦滚刀肉久矣，邻居们一看滚刀肉开始磕巴，来了精神。就是他们家的，我家楼上装了摄像头，连在了手机上，我都拍下来了。一声怒吼从我身后响起，我回头一看，是501的老阿姨。老阿姨家和滚刀肉住对门，平日里也没少说滚刀肉的气，今天也彻底爆发。老阿姨说着拿出了手机调出监控，黑洞洞的楼道里，两个做贼似的身影从502家里钻出来，是502家的两个小崽子，一个抱着纸箱子，一个拿着几根仙女棒，两只老鼠似的下了楼。隔了几分钟，就看两个小崽子重新上楼回了家。半分钟后，502的门打开，这次是滚刀肉下了楼，铁证如山。邻居们愤怒地看向滚刀肉，嗨，这不巧了吗？还真是我儿子，肯定趁我不注意溜出来的。我这就回家教育他俩去。滚刀肉开始玩儿子盾，扭头就钻回了家，哐当一声关上了门。502家里很快响起滚刀肉的叫骂声和两个小崽子的哭声，明显是在演戏给我们看。没关系，我这人打小就爱看戏。我呲溜一下回到家里，拿了个小板凳，搬着板凳蹲到了502门口。我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听滚刀肉揍儿子。滚刀肉揍了儿子没几下，哭声渐弱，眼看是想草草收工。我坐在502门口开始喊：502，怎么了？舍不得揍儿子了？这就是故意纵火。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儿子教育明白了，我就报警了。滚刀肉没想到我蹲在门口，妈呀一声怪叫开了门。我冲着滚刀肉比了个 V， 滚刀肉见鬼似的瞪我一眼，哐当一声又关了门。502家里又响起了小崽子们的哭声。我掐表计时，9分钟32秒，哭声和打骂声又小了下去。我又开始叫唤：502，怎么了？这才揍了10分钟呢，你要下不去手，我可报警了。警察办案可仔细，肯定得问孩子是不是有人唆使的。这故意纵火可是3年起步啊！我捏着滚刀肉的7寸死不放手。哭声和打骂声继续。这次12分30秒，我一脸不满意，继续喊：怎么了？没劲儿了？那我找警察来了。502彻底崩溃，拉着俩小崽子打开门冲我嚎：402，你也忒缺德了吧？你看看，你看看，都他妈打成这样了，你还想不满意？不是你儿子，你不心疼是吧？俩小崽子光着屁股哭得稀里哗啦。我往这俩小崽子屁股上看，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我知道这是502的苦肉计，一点没心软。我合计着还是要报警，彻底除了这一害。可501的老阿姨却执意不肯，说都是邻居，大过年的不至于，孩子都打成这样了，估计肯定接受教训了。得饶人处且饶人。501的老阿姨心善的出名，平日里家里摆着菩萨，初一15必上供。我叹了口气，证据在501手上，我没办法。501阿姨一边劝着我，一边从家里拿了条药膏给滚刀肉，说这药是专治外伤的，给孩子抹在屁股上，3天准好。502嘴里说着谢谢，拽着儿子如蒙大赦般回了家。关门之前，一道怨毒的目光狠狠扎在了501身上。我知道这小子心里还憋着坏屁，可我还是低估了滚刀肉的下限。滚刀肉家一连消停了好几天，就连门口的垃圾都没敢再放。楼上邻居都说滚刀肉这次是让我治服气了。大年初4的时候，几个老朋友约着下午去篮球馆打篮球。下午4点，我下楼正碰见501老阿姨的孙女在楼下玩。小女孩叫朵朵，今年上4年级，学习成绩好，人也懂事，是我们全楼人见人爱的宝贝疙瘩。朵朵正拿着一块脆脆沙吃着，一见我甜甜的叫了声叔叔。我问朵朵，
怎么自己在楼下玩呢？朵朵说，爷爷和奶奶在家里包饺子，我出来透透气。放心吧，叔叔，我作业都做完了。这孩子招人喜，我拿出钱包给了朵朵200块钱压岁钱。朵朵死活不要，我硬塞到了朵朵兜里。人比人气死人，想起502滚刀肉的德行，再看看朵朵，简直是个小天使。我浑然没有洞察到危险的来临。晚上6点打完球，我刚回家，猛然听到楼底下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501家里传来嘈杂的声音。我心里咯噔一跳，隐隐感觉不对，3步并坐上了楼。501的房门开着，我进屋往里一看，朵朵正躺在床上，一张小脸憋得青紫，急促地呼吸着。救护员正做着急救。我问阿姨怎么回事，阿姨哭着说是哮喘病犯了，朵朵平时就有哮喘的毛病，对花粉过敏。前几年的时候发作过一次，已经好几年不发作了，就连家里的气雾剂都过期了。谁知道今天晚上吃完饭又突然发作了。朵朵的爸爸妈妈都是地质勘探员，在外地工作，今年过年有任务没回来，是老两口带着孙女过年。我帮着救护人员把朵朵抬下楼，刚下楼就看救护车司机在楼底下疯狂摁喇叭。我抬头一看，好巧不巧，一辆黑色 X5 挡在了救护车前头，一辆 A4 挡在了救护车后头。我认识这俩车， X5 和 A4 都是滚刀肉家的。我问司机怎么回事，司机直接开骂，说这2辆车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的，自己车刚停下，这俩车就一前一后把自己夹在了当中间，自己按着喇叭，可2辆车就是不走。我心里雪亮，8成又是滚刀肉在作妖。我走到 X5 跟前，敲敲车窗户，窗户缓缓落下，露出滚刀肉的一张蛤蟆脸。我说你把车停这里是什么意思？滚刀肉一脸落下车窗户，你前2天逼着我揍儿子，我儿子屁股发炎了，我这带他去医院看看伤，我儿子下楼不方便，听着碍你什么事儿了？我知道滚刀肉在胡说八道，昨天还看见那2个小崽子活蹦乱跳的在楼下放鞭炮，这时候把车堵这里，分明就是在报复。我强忍着怒火说，朵朵哮喘病犯了，你先把车开走。滚刀肉一脸蛮横，怎么着？501的孙女是人，我儿子就不是人了？我儿子下楼不方便，我就得把车停这里，你不是横吗？有本事把我车砸了呀！我知道这时候时间就是生命，晚1秒朵朵就多一分危险，半夜扰邻我忍了，敲诈压岁钱我没和你计较，诬陷我纵火我放你一马，可这人命关天的时候还在这胡搅蛮缠，这已经无异于杀人，这他妈哪里是人，分明是一条眼不熟的白眼狼。一股无名火彻底从我心头炸起，我抄起地上一块砖头，咔嚓就砸在滚刀肉车上的挡风玻璃，玻璃上一片裂纹。滚刀肉没想到我真敢动手，嗷的一声怪叫说，你他妈疯了，我这车是宝马，你个穷逼赔得起马？我一声冷笑，一个破车算什么，我不但砸车，我还打狗呢。我朝着滚刀肉脑袋就是一板砖砸了过去，滚刀肉吓得一激灵，缩脑袋躲进车里，我一下砸空，砖头砸到了车板上，眼看又砸出一个大窝。滚刀肉看我这几下毫不留手，彻底怂了，骂了一声疯子，一脚油门窜了出去。眼看着一条通天大路出现在眼前，救护车司机冲我比了个大拇哥，紧跟着冲出小区。朵朵在医院抢救了几个小时才缓过劲来，医生说在朵朵的手上发现了高浓度的花粉，应该是花粉过敏引起的哮喘病。我忧心忡忡地走进病房里，朵朵已经醒来，原本红润的脸庞一片惨白。看我进了病房，朵朵挣扎着冲我说了一声谢谢。我坐到病床边上，问朵朵今天有没有碰什么不该碰的东西。朵朵皱眉想了想说，我今天下楼的时候碰到了502的大宝和二宝，他们给了我一块脆脆鲨，平时他们都可凶可凶的了，我不敢和他们玩，可是今天他们却出奇的好说话，又是叫我姐姐，又是把玩具借给我玩，我以为他们变好了，就接了他们的脆脆鲨。童言无忌，我心里一片雪亮。高浓度花粉8成是被502家的小崽子抹在脆脆鲨上的。朵朵拿过脆脆鲨，手上沾了花粉，引发了哮喘。我知道这是滚刀肉在报复501阿姨，8成是因为前几天纵火的时候501阿姨站在了我这边，拿出了视频证据。滚刀肉不敢找我报复，就把目标锁定在了501身上。我想过这畜生会报复，可没想到下手竟然这么狠毒。我手紧紧攥着，关节被我攥得嘎嘎直响。叔叔，我是被大宝二宝欺负了吗？叔叔不要打他们好吗？老师说过，大家都会犯错的，只要承认了错误，大家就都还是好孩子。朵朵心思细腻，看出了我在生气，虚弱地劝说着我。我尴尬地点点头，却没有回应。是的，朵朵，老师说的没错，谁都会犯错误，改正了就是好孩子。可老师说的仅限于人。朵朵，你知道吗？这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比野兽还要残暴，比毒蛇还要狠毒。他们虽然长着人的模样，却不能称之为人，因为他们是披着人皮的畜生。法律不会让他们畏惧，道德不会让他们感化。
唯一能够制裁他们的方法是让他们肉体消失。医院走廊，白炽灯散发出清冷的光。我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几秒钟后，电话里响起久违的声音：“陈哥，有事儿？等你电话好几年了。”熟悉的声音让我心头一暖。我沉声说：“小辉，帮我查个人。”我把滚刀肉的家庭住址口述过去。10分钟后，一份关于滚刀肉的资料发到了我手机上。滚刀肉，大名刘成，今年35岁，早些年是城南一带的混子，坑蒙拐骗的烂事儿没少干，无恶不作。进过局子都是不大不小的案底。10年前靠建筑生意发家，一朝翻身，攒下了家底。兴趣和所有的混子一样，吃喝嫖赌，其中对赌尤其着迷。我看着手机上的信息，嘴角浮现一丝冷笑。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让滚刀肉彻底消失的办法。晚上回家的时候已经2点多，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一抬头赫然看到滚刀肉和2个傻儿子正蹲在我家门口，3人1人拿着一块脆脆沙嚼着，像嗜血的野兽在进餐之后舔舐着嘴角未曾干涸的血迹。我知道这是滚刀肉在给我示威。我装没看懂，笑眯眯地看着滚刀肉问：“哥，这么晚了咋还在这蹲着？”滚刀肉一脸横：“他妈的，等你呢！你今天砸了我车，修车起码30万，你别赖账，这是保险公司开的价，童叟无欺。我这手机拍着呢，你要再发疯，我可立马报警。”我往滚刀肉身后一看，2个小崽子1人1个手机，正对着我脸拍。我装出一副好商量的模样：“行啊哥，赔偿没问题，砸车就该赔。不过我这手头有点紧，没现钱，有个朋友欠了我30万，正巧说明天要还。你明天给我跑一趟，我钱拿到手就给你。”滚刀肉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好像在看什么被脏东西附身的颠功。这些天我把滚刀肉修理得够呛，这孙子本以为今天又是一场恶仗，攒了一身的力气，谁成想撞在我这堆软棉花上扑了空。滚刀肉有点懵，我继续笑眯眯地解释：“哥，我是这么想的，咱们是上下楼的邻居，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这几天我火气大，冒犯了您，咱们一个楼住着，总这么僵着也不好。当弟弟的先退一步，给您认个错，这钱我赔了，以后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成不？做戏做全套。”我说着弯腰低头，又给滚刀肉哈了哈腰，一副3孙子的模样。滚刀肉以为我是彻底怂了，冷哼一声：“算你小子识相，你不打听打听，这南城一带谁不知道我刘成的名号？要不是看着邻居的情面，我早他妈弄死你了。明天我再来，你小子可别躲。”滚刀肉说完，领着2个小崽子上了楼。临走之前，2个小崽子狠狠瞪了我一眼，故意又往嘴里塞了块脆脆沙，怪腔怪调冲我喊：“脆脆沙真好吃啊！”我笑眯眯的冲2个小崽子摆摆手：“是啊，脆脆沙真好吃啊！珍惜你们在这个世界吃下的每一口食物吧，毕竟你们的人生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似乎生怕我跑了，滚刀肉第2天天没亮就蹲到了我家门口开始敲门。我假装没听见，磨磨唧唧耗到中午12点才开门。我一开门就看见滚刀肉瞪着狗眼冲我吼：“你他妈耳朵聋了！我喊了一上午，你他妈给我装王八呢！”我一脸陪笑：“哥，昨天回来的太晚，一觉睡到现在才起床，咱这就走，给您拿钱去。”滚刀肉骂骂咧咧把我押下楼，上了车。2个小崽子一左一右坐在我2侧，一副生怕我跑了的模样。我开着导航开始瞎指挥，足足在城里转了4小时。眼看滚刀肉的车被我耗没了半箱油，一座富丽堂皇的酒店终于出现在面前。我领着滚刀肉和2个崽子进了酒店，穿过大堂，直奔3楼一间办公室。一个面相清冷的年轻人出现在眼前。7年未见，曾年的桀骜少年已经学会喜怒不形于色。年轻人嘴角含笑：“陈哥，都准备好了，这是30万本金，还有10万利息。这钱我用了7年，10万利息是一点心意，40万现金整齐码好。”我转手让滚刀肉清点一遍，1分不少。滚刀肉一颗提心吊胆的心终于落地：“小子，算你识相。”滚刀肉和2个小崽子把钱装进准备好的袋子里，自以为得了大便宜的滚刀肉转身往外走。下一刻，对门大厅里传来隐约的嘈杂声，门虚掩着。滚刀肉好奇停步，往里看去。辉煌的灯光下，一张张赌桌前人山人海，性感荷官真是发牌，筹码在赌桌上翻飞。滚刀肉的眼直了，等等，这是啥地方？赌狗就是赌狗，闻到腥味儿就忍不住呲牙。我一脸逼真的惶恐：“哥，这是小辉经营的赌场，咱可不能在这玩啊，这东西害人啊！”滚刀肉一声冷哼：“小陈，你还不知道吧？你哥我在南城可是有名的赌王，南城新开了这么规矩的场子，我能不玩2把打打名头？凭空获利40万的，让滚刀肉蠢蠢欲动。”滚刀肉大马金刀坐在一张赌桌前，2个小崽子从钱袋子里掏出20万砸到赌桌上。来人，换筹码。
金色的灯光中，滚刀肉气势豪迈的大吼。我冷笑着，悄悄退出大厅，随着小辉进入监控暗室。监控器屏幕里，滚刀肉一派赌神气质，压大开大，压小开小，大杀四方。对家满脸惶恐，好像看到了海绵宝宝降神。妖娆的裴氏勾勾搭搭坐到了滚刀肉大腿上，两个小崽子一齐露出成年人般的下流笑容。监控室里，小辉为我点上一支烟，陈哥，放心吧，这是我在国外请的老千，人脸不熟，控场技术一流。我无聊地看着监视里的滚刀肉，打了个哈欠。世间的庸俗似乎总是这样，畜生们寻到一丢丢劣质的诱饵，便误认为又有宏图大运撞到了自己身上，恍然不觉自己已经置身在万劫不复的陷阱中。一连3天，我都看到滚刀肉红光满面的昼伏夜出，起先还带着2个小崽子，后来索性是自己单独上门。小辉给我发来的激情小视频里，眼看滚刀肉已经和妖娆裴氏搞到了一起，俨然一副赌场得意情场也得意的高光时刻。年初8下午6点，我听到502有开门声，我估摸着是滚刀肉又要去大杀四方，我装成倒垃圾的模样，在电梯里和滚刀肉巧遇。我贴心地说：“哥，您最近是不是又去了那地方？自古十赌九输，这东西沾上了可是要命啊！”滚刀肉呸了一声：“那是说的普通人，你哥我是他妈普通人吗？赌场就是咱家银行。”我唯唯诺诺地说：“好好好。”目送着滚刀肉再次踏上征程，我拿出手机发出一条信息：“收网。”命运的齿轮开始真正转动。晚上9点，滚刀肉坐在熟悉的牌桌上。今天的滚刀肉脸色似乎并不太好，可今晚的牌局似乎并不顺利。压大赔小，压小开大，赌神似乎在和滚刀肉开着低俗的玩笑。身前小山样的筹码一扫而空，输红眼的滚刀肉嗷嗷喊着：“再来再来！”赌场经理一脸难色的凑滚刀肉身边：“刘老板，你账上已经没钱了。”滚刀肉冲经理大吼：“他妈的，你是不是想死啊？老子来你厂子是看得起你，借我500万，我立字据。”一纸借据上落下滚刀肉的笔记。筹码再次推上赌桌，开牌，压大开小，再开牌，压小开大。滚刀肉疯了似的吼：“再借500万！”又是一张借据上落下滚刀肉笔记。500万筹码再上桌。最后一局，扎金花，性感荷官发牌。滚刀肉看牌，梭哈，全部开牌。输红眼的滚刀肉一把把牌摔在桌上，3个 K。绝境逢生的错觉让滚刀肉放声大笑，可终究只是错觉。永远低眉打眼的对家叹了口气，同样开牌。235，清一色，笑容凝固在滚刀肉脸上。从云端跌落的失重感让滚刀肉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声：“再借500万！”游戏结束。我在监控室里无聊地打了个哈欠。面色清冷的小辉悄然出现在滚刀肉身边：“刘先生，对不起，刚刚我们风险管控部门核算了您的资产，我们发现借据上的数额已经超出您的偿还能力，所有债务请您在3天内还清。”滚刀肉，他妈的，玩个破牌你以为我会当真吗？你在南城打听我刘！2名大汉出现在滚刀肉身后，一人薅住滚刀肉脖子，一人摁住滚刀肉右手。一把硕大的黑色剪刀出现在小辉手中，寒光闪过，咔嚓，滚刀肉的食指应声而断。金碧辉煌的大厅内响起滚刀肉杀猪般的惨叫，血迹迸溅在小辉脸上。小辉掏出手帕，轻轻擦拭着脸上血迹，像在擦拭一丝淡淡的尘土。半夜4点，鬼鬼祟祟的滚刀肉满身血污潜入家中。滚刀肉老婆在睡梦中醒来，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啊？滚刀肉急匆匆地打着包袱卷儿，闭嘴，快点收拾东西，跟我回乡下老家躲几天，把咱家之前的东西都带上。滚刀肉一边骂着老婆，一边叫醒2个儿子。2个小崽子睡眼朦胧地赖在床上：“爸，我不想去乡下，听说乡下的野狗老爱咬小孩的屁股。”滚刀肉甩出2个大逼兜抽在小崽子脸上。502房间里响起小崽子鬼哭狼嚎的哭声。我听着楼上里的动静，拿出对讲机，行动组上门。楼下停车位上，一辆7座白色面包车打开车门，30几个混混像折叠怪一样从面包车里钻出来，直奔楼上502。哐一声巨响，带头的黄毛混混一脚踹开房门，正堵住准备逃难的滚刀肉一家。哟，刘老板，这是准备去哪儿啊？玩不起想跑是不是？滚刀肉一脸尴尬陪笑：“大哥，不是，老家里亲戚刚给我打电话，我三叔家的2大爷的婶子的6奶奶的大侄子吃饺子噎死了，让我回去奔丧，我去一趟就回来，真不是赖账。”黄毛眨眨眼，滚刀肉点点头。黄毛破口大骂：“草泥马的奔丧，你哄小孩呢？你前脚输钱，你家后脚死人，咋他妈这要巧呢？高科技啊！”
量子波动啊！黄毛一脚踹在滚刀肉肚子上，20几个混混一拥而上。我在楼下掐着时间，30分钟后，本狗头军师闪亮出场。我哼着小曲，佝偻着腰上了楼。我往滚刀肉家看了一眼，超级喜庆。家里一片狼藉，锅碗瓢盆散落一地，家具东倒西歪。几个混混正对着滚刀肉全家拳打脚踢。电视开着，领头的黄毛正坐在沙发上看回放春晚，主持人手里的扑克牌咋也对不上。电视声音掩盖了滚刀肉的惨叫声。我一脸老好人的模样进了屋，佯装惊恐拦住混混们：“你们干什么？不能打人！”黄毛混混看傻逼似的看着我：“你是那根葱啊！”我寸土不让掏出手机，这打人可犯法呀！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再打人，我可报警了。黄毛按剧本走，报警报警，玩不起就会找警察啊！姓刘的，我告诉你，这债你躲不了，3天之后我还来。黄毛丝滑的带队走人。滚刀肉的老婆一屁股瘫坐到地上，歇斯底里的哭：“死鬼，你到底做了什么孽？这日子没法过了呀！”滚刀肉瘫坐在地上一声叹息。我把滚刀肉叫到阳台上，一脸贴心问：“哥，是赌场催债的吧？不让你玩不让你玩，你看出事了吧哥？要不你带着孩子先躲一躲。”滚刀肉满脸懊恼：“你也看见了，这南城不知道啥时候来了这么一伙硬茬子，我跑哪儿他们追到哪儿，你让我往躲呀？哎，我转了转眼珠子，这南城不能躲了，咱就去外边躲。我认识几个甘远洋捕捞的兄弟，他们明天正好要出海，你往海上躲几个月，这帮小子总不能开着潜艇炸船去吧？”滚刀肉的眼珠咕噜噜一转，心动了。我看了一眼滚刀肉媳妇：“哥，这事儿得保密。”滚刀肉心领神会点点头。南城码头，夜风习习，一艘捕捞船缓缓停靠在岸边。我掐灭手里的烟头：“哥，船来了，快点上船吧。”滚刀肉背着包袱，一脸感激：“兄弟，说实话，这几天哥真对不住你，等哥躲过这一劫，一定好好报答你。大宝二宝，快点谢谢叔叔。”2个小崽子吃着脆脆沙白愣我一眼，一声不吭。畜生果然是畜生，落难时的悲鸣都带着血腥气。我在心中一声冷笑，脸上却满是体贴：“哥，谢啥谢，都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您可别见外。”滚刀肉握着我手，老泪纵横：“兄弟，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啊？”我露出一丝甜腻腻的微笑：“哥，您是我的白月光啊，人家就稀罕你这种硬汉子。”我娇羞地掐了滚刀肉一把，滚刀肉打了个哆嗦。我目送着滚刀肉一家3口上船，远方传来嘹亮的歌声，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轮船再将几天后驶入公海，而后3只畜生将再也不会踏上这片土地。正月15元宵节，楼下人山人海。今晚有政府组织的烟花晚会，我和邻居们都在楼下等着看烟花。一个戴着大墨镜的女人鬼鬼祟祟从楼道里口里冲我招招手，赫然是滚刀肉的媳妇儿。我呵呵一乐：“嫂子，你咋这般像？眼见叠过家家呢？”女人悄悄把我拽到一边，摘下墨镜，一脸质问：“小陈，你把我们家老刘和大宝二宝弄哪去了呀？说好的出去躲个3、5天，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我嘿嘿一声贱笑：“可能刘哥的大船进了哪个秘密港湾，丢了您这张就船票吧。”女人扑闪着大眼睛，没听懂。我直接放出大招：“嫂子，你们2口子的事儿吧，我这个外人也不好多掺和，反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您自己看吧。”我掏出手机，翻出一段视频。一张大床上，滚刀肉正与妖娆陪侍打着激情扑克。滚刀肉媳妇儿失力般瘫坐在地上，发出杀猪般的哭声。朵朵从人群里挤出来，担忧地看了女人一眼，拉着我手怯生生地问我：“叔叔，你是不是又和502家闹别扭了？他们家人可凶了，不会又来报复我们吧？”我摸了摸朵朵头，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朵朵放心，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映照着邻居们喜悦的脸庞，也映照着502空落落的家。我把双手并拢，朝着璀璨的夜空大喊：“2024，祝邻居们新年快乐，瑞气盈门，事事顺心！”声音在夜空中久久回荡。夜晚10点，我和小辉再次坐在监控室里。监控画面里是一间破旧船舱，滚刀肉和2个小崽子正躺在3张手术床上，手术刀精准切割在没有麻醉的3具肉体上。滚刀肉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陈家，我草你祖宗！你他妈在哪呢？你出来我他妈弄死你！”鲜血在屏幕中迸溅，3颗血淋淋的肾脏装入预先拿出的特殊容器中，3个畜生的生命将在今晚终结，而尚能一用的零件将通过公益组织转送到急需的病人手中。小辉永远清冷的面容中浮现出一丝久违的笑意：“陈哥，让你背锅了，这是40万现金，原封不动，物归原主。”一袋现金摆在我面前，我看着小辉，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小辉抿抿嘴角：“哥，你猜7年前是谁逼死的我爸？”
我惊讶地看向屏幕中的滚刀肉，小辉轻轻点头，眼角泪花闪烁。7年前，小辉的父亲进城打工，勤恳的打工人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份工作，可作为老板的滚刀肉却硬生生克扣了小辉父亲2年工资。绝望的老实人走投无路。7年前，大年30，小辉的父亲来到工地门口，往自己身上浇满汽油，划开了打火机。滚刀肉看着燃烧的火焰，哈哈大笑，扔下3万块钱工资，扬长而去。几个工友将重度烧伤老人的抬进医院。少年看着高额治疗费，一筹莫展。我与小辉偶遇，垫付30万治疗费，人命关天，先治病，剩下的事儿以后再说。医院走廊里，桀骜的少年跪在我面前，发出不甘的吼声：“你的钱我一定要还，我爸的仇我也一定要报。”7年之后，远走南洋的少年悄然回乡，复仇的齿轮早已准备就绪，却因为我家的闹剧提前开始转动。